贺夫人，我还以为您在飞机上呢。这件衣服我是专门托人从欧洲给你定制的，一个款式就一件。来，我比。怎么了？你要不要进来坐坐啊？跟谁说话呢你？脱下来，脱下来，让他脱下来。哎，你别拍了，别拍了，叫你别拍了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，怎么了？给我拍什么？拍照给我，给我，怎么了？这给我怎么了？不是拍照，凭什么？客人，情况怎么样？有几处内出血和骨折，万幸的是他脑部没有大出血，没有生命危险。不过，什么？您得做好思想准备啊！什么准备？你儿子的脊椎受到了严重的挫伤，有可能下肢瘫痪。啊，当然，我说的是有可能。啊，我儿子，大夫，快给我打！他们怎么可能？你坏人！别走！儿子不可能瘫痪，我们亲23岁，我们不能让他瘫痪。这是贺总让我给你的信用卡，足够你日常开销了。贺总说了，让你在这住一段时间，他会找人帮你联系出国留学的事情。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，这段时间最好不要和贺总联系。行了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
当初，我跟妈妈就不赞成琳娜嫁给那个姓贺的，就一个小白脸儿，穷的跟什么似的。这种人是最嫁不得的，一旦得势，他会翻脸不认人的。琳娜，你就是不听姐姐的劝呐！你要是早听我的，早离了，什么事儿都没了。大姐，现在离也不晚啊！哎，让那姓贺的净身出户，没钱我看怎么保那小三儿？那三儿是什么情况啊？还能有什么情况？就一个村姑，他真是要有来路，他能看上那姓贺的吗？那年龄都快赶上比他爸爸都大。这姓贺的，也就这点出息。没错儿，哎，他就是那么点出息。说够了没有？我儿子都快死了，你们一点都不关心，这跑到这儿来说三道四的，就知道数落我。好，我现在这样子你们看到了，满意了啊？满意了吗？你们就是想看到我倒霉，就是想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就说明你们是对的，你们是正确的，是我笨，我傻，我无能。哎，你说你是冲哪儿？哎，我们都不是为你好吗？是不是？哎，你说那姓贺他这么气。琳娜，你怎么行了，大姐，我就不知道好歹。大姐，琳娜刚受了那么大的刺激，你们这么说她这合适吗？我们哎呀，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要不你们先回吧。去，我们走，我们那儿多走，姐。哎，不是那意思，走啊！哎呦喂，你们放心，大姐，我在这儿照顾啊。都听劝。哎呀，哥，你应该理解她是不是啊？你说，理解，我你好好照顾她啊！我知道了，你们放心吧，回头我给你们打电话啊。小娜，行了，儿子要真是残了，可怎么办呢？不会的，你别总瞎想啊你。他还没好好谈过一次恋爱呢。我们这是做的什么父母啊？真是造孽呢！小娜，你冷静。听姐说啊，不会的，啊，儿子不会残的，他还年轻呢。咱们不是找了最好的骨科医生了吗？他会好起来的。要是实在不行的话，那我就回美国去，我从美国给他请医生来，啊。你要是这个样子的话，那你让儿子怎么办呢？咱得撑住啊，撑住了，小娜。怎么样，你才能退出我的生活？这话该我问你呀。你为什么不带着他消失，退出我的生活？妈，来这儿干嘛呀？一会儿往右转你就知道了。走，儿子。贺岩的情况怎么样了？跟你没关系。你别老这样嘛，没必要。你是盈科地产的大股东，咱们的利益是捆绑在一块儿的，可以说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你说现在这样子，何必呢？闹得大家都下不来台，是不是？下什么台啊？谁下不来台了？何文华，你为了你那个姘头，你还想做出什么勾当啊？堕落到现在这一步，你不觉得自己很可悲吗？哼，还下台？这出戏演到现在，你以为别人还都有兴趣看啊？你说，怎么样你才能退出我的生活？这话该我问你呀。你为什么不带着他消失，退出我的生活？做任何事情你要想清楚后果。
这个地址，当初我是找人算的，银科在这儿发的家，这么一块风水宝地，我怎么可能离开呢？你必须离开，不然呢？什么事啊？我知道，那不是你的主意。如果你是来责怪我妈的，那你什么都不用说。我妈怎么做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，这都是她的权利。我没有责怪你妈的意思。我知道，我的行为深深地伤害了你们母子。你妈她怎么报复我，都合理，都是她的事，我都应该接受。我来就是想跟你好好的坐在一起聊一聊，咱们爷俩谈谈我们的工作的事儿。现在才想起来谈，你不觉得有点晚吗？晚总比不聊强。如果你不做房地产这个行当呢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。你现在既然入了房地产这个行当，不管怎么说，我是个老人嘛，我经验比你丰富。我来跟你谈谈房地产这个。我要知道什么专业知识，我可以上网查，我也可以咨询专业的人士。你可以走了。你真的以为我像你妈说的那样，我能有今天，全靠着叶家，全靠着你妈，是吗？我就是一个吃软饭的，是吗？有些事儿我从来没跟任何人，也没跟你妈讲过，那就是我入行以来，有好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。我每天工作20个小时，儿子，我和工人们一样，和他们打成一片，吃、住、干活全一样。你过过那种日子吗？在马路牙子上，端个盒饭，啊，风一吹过来，一口沙一口风，就这么就着吃，渴了只能喝井水。这样的日子我坚持了3年，我从来没敢跟你妈说过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怕她担心我。但是那个时候我咬牙坚持，因为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，我要把这公司干好了、干大了、干成了，我要让你们母子过上体面的生活。其实我想跟你说，干房地产这个行当，不像一个什么电脑公司、网络公司一样，啊，需要你有高智商啊，你有好多创意，你坐在这儿敲着键盘、看着电脑就行。不是，你要到工地上去，你要去听推土机的轰鸣声，你要去闻混凝土和钢筋那个混合的味道，你要和你一线工人在一起，和你的技术人员、工程人员在一起，他们才是你灵感的最好的来源。当然，我现在说这些话真是不合时宜。你的身体，对不起，儿子。我给你拿来一些工程的资料，你看看。
我想去工地看看。好啊，那我明天陪你看看北京那些项目。不光是北京，盈科几个大的项目我都想看一看。儿子，你这身体，北京也就算了，外地你受不了的。我受得了。老贺跟你说什么了？妈，既然我决定要帮你做公司，我就要全身心的投入，全心全力的。老贺他不是一个好丈夫，也不是一个好父亲，但是他不是敌人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项目招标的事儿你听说了吧？那块地给了华耀。怎么了？为什么这么激动啊？我为这个项目，我付出了那么多，可没想到，最后我还是失败了。我让您失望了，我太无能了。我对不起您。华耀东方17开盘庆典正式开始。下面有请华耀集团董事长叶琳娜女士、执行董事贺岩先生、乃大集团董事长林仁达先生一起为我们大家剪彩。哎，对了，聪聪啊，明天下班早点回来啊，帮我挑挑衣服。好嘞。阿姨是要去参加什么活动吗？哪是参加活动啊？我们同学聚会。这一次有2个20年都没见的同学回来。哎呦，像这种活动参加一次少一次。哎，你们年轻啊，不了解这种感情。等到了我们这个年龄，你就知道了什么叫岁月。那阿姨明天去的时候，别穿得太庄重，穿时尚点。哎呀，穿什么不重要，主要看谁穿。我姑这气质，穿什么都好看。姑，你放心，你明天绝对是场上最抢眼的。哎，我说姑，也就您的气质能撑起这种款式，但凡差点儿就土了。你要喜欢就给你啊。别，怕是把你穿老了。没说什么呢。姑，问你个事儿呗。问吧。你觉得贺岩跟花朵朵配吗？你觉得呢？我不敢说，我怕贺岩打死我。反正吧，我觉得花朵朵跟咱家格格不入的。说心里话啊，朵朵呢，能干，肯吃苦。如果要是在公司做个职员，做个经理，她都是非常称职的。但是做老婆，唉，我一想起她那个家庭，还有以前的一些事情，我就不高兴。老觉得，要不是因为贺岩受伤，他俩肯定没机会的。就是呀，那贺岩人家心气多高呀！你就算放一个公主在他面前，他都不看一眼的，怎么就看上花朵朵了呀？你说？唉，
这种事儿，他们2个人愿意，咱们就只能往好里想呗，不然怎么相处啊？哎，聪聪，我还跟你说啊，以后啊，你对朵朵还是要客气一点，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己家里人嘛。我怎么对他不客气了呀？是他不尊重我。哎，果，花朵朵跟贺燕不是初恋吗？听说她之前不是好几个男朋友呢吗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她之前呀跟人订了婚了，就差领证了。订婚啊？谁呀？他们怎么土大款啊？不是，是他同学，就是那个盈科地产那个葛天，你不是见过吗？葛天，他跟花朵朵订过婚啊？哎，一提这事儿啊，我就堵心。琳娜，有事吗？啊，我希望这次招标，咱们俩能合作。合作？你公司缺钱啊？我公司的资金也不富裕呀。按理说，你找这点钱应该不成问题吧？所以，你应该不是为了钱来找我的。咱俩都一把岁数了，还能折腾几年呢？争来争去，又能争出个什么样的结果呢？谁折腾了？谁争了？琳娜，你是个聪明人。我这么大老远来见你，我肯定不是来跟你吵架的。咱们俩应该为了贺言合作一把。为了贺言是吧？好啊，拿出你合作的诚意来。如果我亲自到你这儿来，你觉得诚意还不够的话，那么你说出你的条件吧。你退休，盈科交给贺言。这盈科早晚是贺言的，这一点咱们俩心里都非常明白。但你现在让我把盈科，那就免谈。琳达，我希望有生之年，咱俩能和解呀。和解？哼！贺文华找你合作，资金不足。呵，谁信呐？那小妖精梦蝶呢？她不是最能以色诱人的吗？派她出去啊，弄俩钱还不容易啊？你觉得？如果梦蝶能找来钱，贺文华会找我合作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他跟那个骚狐狸掰了？哼！哎呦，那他这个找你合作可就不简单了吧？他是找你来求和的吧？口口声声说为了儿子，他跟梦蝶如胶似漆的时候，怎么不说儿子啊？现在想回头了？世上哪有那么便宜的好事儿啊？小娜，有句话我早就想问你，我可是你亲姐啊，我也希望你能跟我说实话。假如贺文华真的后悔了，来找你求和，想跟你破镜重圆，你心里怎么想啊？你还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吗？啊，亲姐。我这辈子往死里爱，就爱过这么一个男人。这种爱，就在儿子从楼上摔下来的那一刻，就彻底死了。
懂了，那就好办了。既然你跟贺文华已经没有爱情的羁绊了，那你做事儿也就能变得理智一些，就不会那么感情用事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生意和感情那是要分开的。我不高兴的事儿，让我挣多的钱都不干。你这人怎么净跟自己较劲呢？你没听说过那句话？没有永恒的敌人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你跟贺文华也没有爱情了，夫妻也不是了，你跟他成为生意伙伴，互惠互利的，有什么不好啊？你什么时候变成一个这么唯利是图的人了啊？我一直都这样啊。回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叶聪今天大闹盈科地产，多多没告诉你吗？叶聪？哼，我就知道，这是这孩子个人的行为。可是我们公司上下的员工，还有那些别有用心的人，他们不这么认为。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话的吗？指着我的鼻子就这么说：“你说盈科地产究竟姓什么？”所以，你现在就来指着鼻子兴师问罪？我想跟你说，我有一种危机感，真的，什么人我都信不过。谁跟你来的？哦，小郑，公司高层里头唯一这么一个还可以信任的人。也是，他跟了你10几年，要是他再背叛你，你可真就成孤家寡人了。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？我有一种直觉，很不好的直觉，但是很多事情有一点摸不着，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，所以我现在让小郑暗中去调查。对了，那个朱家四合院，你是什么态度啊？哦，对，我这回来还想跟你说，其中也包括这件事儿。我觉得咱们还是去公平竞争吧，啊，不管谁拿到合同，咱们都要正大光明的，你说呢？其实你今天来找我，重点是要说这个。我知道，其实你并不那么在意这四合院到底能落在谁手里，你就是为了替你那个小情人去争取。切，我现在公司上下人心都很浮躁，我得面对公司的上上下下，请你理解好吗？你认为你们一定能够拿到这个合同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朵朵很聪明，但更难得的是她善良。就像你那个梦蝶，那一身阴沟气的女孩子，她不是朵朵的对手。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邪不压正。姑，叶总，这是我爸给您的英国红茶，坐吧。昨天去盈科找何文华了？我去盈科就是送个文件，我没想怎么着的。可是我一见梦蝶那人吧，我就想抽他，结果呢？姑，我这人做事不经大脑，您别生气，我错了。姑，这事儿您别跟我爸讲行吗？你呀，这从小被惯的，太顺了，没经历过什么挫折，
你以后跟朵朵在一起，真的要跟她好好学一学。在处理人际关系上，她可比你强太多了。这件事情一定会传出去的，到时候公司上下肯定会有非议。这段时间你就先跟着我吧。谢谢姑。行了，去做事吧。哎，姑，这茶挺好的，您记得喝啊。我出去了。您可能觉得我很难缠，天天往您这儿跑。但是我们确实是一片诚意啊！我这次来，是想给您送一份大礼。我向您保证，无论对方出多高的价格，我们都会以高出对方1倍的价钱收购您的房产。你一个项目经理有这么大的权利？这件事情我已经向我们老板请示过，他完全同意。如果你不信的话，可以给他打电话。贺文华是我父亲的老朋友，我有他电话。那您的意思是，我现在直接给贺总打电话吗？盈科用钱砸，你用命赌。你说，我这套房子应该给哪家？朱丽姐，我确实莽撞了一些。您说的对，什么样的东西也不值得用命去换。我今天来也是奉老板的旨意，不成功就成仁。不过，我们老板没有给我这种无限加价的权利，我只能说，我真的非常有诚意。华经理的意思是说，价钱不一定决定价值。哼，博士说话就是高深啊，听也听不懂。朱丽姐，我们的诚意不只是口头上，也不是在价格上，我们还有一套具体的实施方案。朱丽姐，您看，我们呢会把这块地区作为高档的住宅区，您老宅的位置会是这里的主要建筑，西式风格，非常简约大气。您看，这里还有一条河，天晴的时候，您在建筑物天台上能清晰地看到西山。正所谓春季看花，夏季听蝉，秋天看叶，冬天品雪，多好！你来了很多次了，你的意思我已经很清楚了。你呢，花朵朵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朱丽姐，其实我们的实施方案跟竞争对手也没有太大的不同，我们也是想将这里打造成一个环境优雅舒适、居民幸福值高、地标式建筑的高档社区，就没有任何不同。你让我失望，花朵朵。不同当然会是有的。我们的这个方案是希望将您的这个老宅的原貌完全的保留下来，周围的建筑完全配合您的这个四合院儿，当然内部还是需要改建的，要适合当代人的居住，外观就是要这种古朴风貌、怀旧的味道。我还有一个个人的想法，还没来得及跟老板汇报，就是我想将来在这个老宅给您留一套 VIP， 您可以随时回来居住。朱丽姐，如果您更倾向于保留老宅的原貌的话，我们随时可以改图纸，那价格我们依然是翻番的。图纸我是有版权的，我们可以请国际最有名的设计师，版权的事儿我们不操心。你们的意思我都明白了。今天我有事要外出，不送了。你以为就凭你那土点子就能拿到那套房子吗？别忘了，朱莉就算再装高贵，她也需要钱。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吗？人除了钱还需要别的。你为什么一定要跟我争呢？什么意思啊？这套房子对你来说算什么？拿下了怎么样？拿不下又怎么样？你缺吗？你缺那套房子吗？你不照样还是当你的阔少奶奶吗？你跟我这个穷打工的争什么争啊？照你这么说，你又何必呢？你得到的还少吗？你比谁都清楚，我得到的一切都是用我的脑子用心换来的。我告诉你，花朵朵，从小到大我没你幸运，
所以我比你努力。朱莉这件事情，我志在必得。你想拿，得经过我。经过你的什么？经过你的尸体吗？你真的会拿命换这套房子吗？看来你并不了解你这个发小，你们两个鹿死谁手，还真说不定。你不会也看上这朵野花了吧？我对花从来不感兴趣，我更喜欢田间杂草。纵然世人眼里只喜欢鲜花，但是野草却要争艳于一时，甚至一世。那博士自认为是鲜花还是杂草啊？我嘛，自然是牛粪。不是你做事你用脑子了没有啊？啊？你怎么能开出这样的条件呢？哦，我不管你对方出多大价钱，我都比他翻1倍，谁给你的这个权利啊？当时竞争激烈，朱莉明显对华药有好感，我们也是别无选择，所以只能打价格牌。而且你也多次说过，我们在谈业务的时候有权利根据临时状况调整应对方案。我这么做，也是迫不得已。是，这话我说过，但我也说过，要在公司可以承受的范围内，你记住了吗？这房子都开出这样的价格来了，你是地产商，你说你怎么挣钱？这么说，你是不支持我是吗？我要是支持你，我就是瞎胡闹。说到底，你从来都没有希望我赢过，你心里最重要的永远是别人。最近辛苦了，来，喝杯咖啡，提提神。迎客砸钱，我除了拼命，该干的我都干了。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做点什么。这么大委屈啊？那干脆别干喽。你就知道让我别干了，你能不能提点建设性的意见呀？最讨厌你这种态度。哎，我没急，你还先急了。那梦蝶天天嘲笑我，说我天生命好，说我不劳而获。我命真的好吗？我命好，我能遇见你吗？这话说的蛮不讲理啊。对啊。再见。喂，你好，你找谁？啊，贵姓啊？姓朱。喂，朱丽姐，向你们公司负责签合同的人，跟我的律师谈一下具体条款吧。您的意思是，您同意跟我们公司，您同意把房子卖给华药了是吗？我没听错吧？是，我打算把我的房子卖给你们公司，除非你不想买了。我们想，特别想。房子脱手后，我打算离开北京。您去哪儿啊？去很远的地方。再见，花朵朵。朱丽姐，祝你接下来一切顺利。怎么样？同意卖给我们？成功了！哎，多少钱？那得你去谈。神清气爽啊！你不用费心了，咱俩没戏。那要看我们两个要做点。你是男的吗？这次拿下朱家的宅子，大家都辛苦了啊！朵朵，我问过盈科的人，那个梦蝶呀，背着贺文华承诺高价，但实际上盈科根本没有那么多钱，所以还是你走运。我命好嘛。你可不能抹杀朵朵的功劳啊！他为了堵那朱莉，差点被车撞死了。还好意思说这个呢？哎，
你别说1套房子了，就是10个大宅子，能抵得上你一条命啊？要不说有时候你啊，就是太愣了，不管不顾的。哎，我特别想采访一下你，你怎么想的呀？真想同归于尽啊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八卦的要死。就是。是吧？这么晚了还没做完？快了。今天晚上要不你别回去了吧，就在这儿住吧。那可不行，我明天还得去朱莉那儿呢。我们家离他们家近。这都已经是煮熟的鸭子了，你还怕跑了不成？哎，这可是我拿命换来的鸭子啊！你别说它煮熟了，它就是熬成汤，我也怕它会飞啊。傻瓜，赶紧做吧。我为这个项目付出多少心血，你心知肚明，结果却让花朵朵这个蠢货抢了这个便宜。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所谓结果和过程是变的，在大盘子里，许多结果其实是过程。朱莉的4合院算本事，让你不舒服的是贺总对你支持。你别得寸进尺啊！您与贺总实在要做出一个决断，因为我既然选择同盟，我们就必须把这段关系理顺。如果你当真一切以贺总利益为先，那我也崇拜你爱情至上，无话可说。只是贺总恐怕不这么想。你不需要挑拨我跟贺文华的关系。这用挑拨吗？这不是尽人皆知吗？你凭什么那么大底气啊？我一无所有，所以无所畏惧。我大不了可以回学校教书，我怕什么？你呢？你的野心从来都不只是迎合吧？你说过我们很像，所以我应该相信你吗？我们是利益关系，是同盟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要你够强，就有足够的信任。金融机构对公司被实名举报、联合调查的事情也很在意，所以他们想派人亲自监督这次投资。我个人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，不知贺总意下如何呢？我有2点疑问。第一，这么大一件事儿，你为什么事先没有向公司汇报？啊？他们非常明白，以你在这个公司的资历，你是无法代表公司的。为什么他们这么信任你？第二，他们要派人来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难道我们这个公司要让一个外行来进行管理吗？我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，好多长辈，包括您，都教育过我，做事情最好看结果，不要在意过程。你没拿到贷款，我拿到了。至于我是怎么拿到的，我想这个过程就省了吧。第二个问题嘛，行。我坦白告诉你，这笔贷款的前提就是公司大换血，包括高层，这些投资人不信任你和公司管理团队。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你这是要夺权是吗？哼，你真是个好学生。但是你忘了，买卖是要双方同意的，董事会不批准，你就没有办法引进这个什么所谓的民营投资机构。还有，我是银河公司的创始人，也是公司绝对控股股东。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我不同意。孟蝶，
原本是想着你要去读书，美国、英国都跟你联系好了。现在看来，你显然不需要了。你已经毕业了，我会让人力资源部给你发1年的工资，我也会给你写一封推荐信。你的工作去和小郑马上交接吧。有件事儿，我一直忘了问你。之前竞标的项目，我付出了旁人难以想象的代价。可是已经确定的事情，为什么一夜之间翻盘？为什么？这2件事有什么关联吗？你不敢提了？为什么？你怕了？是怕我做出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对不起你的事儿，还是担心你更在意的人干出了什么违法勾当？你这么年轻，未来的路还很长很长的。我劝你一句，任何事儿都别太急了。穷凶极恶的脸，真的很难看。我反正已经一无所有了，难看就难看吧。不过我劝你一句，你还是好好操心你的前妻吧。她干的那些脏事儿，如果你参与了，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后果。上午西山，老地方等你。你还是那么喜欢孤独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忘了吗？这里可是你第一次带我来的，你还陪着我把北京周边所有的山都爬了个遍。我一直以为啊，这里是只属于我们俩的美好回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你跟你前妻大学时期就常爱到这儿来玩浪漫，是吧？你给我站住！是谁无视啊？啊！我做一切都是为了你，我没有一件事对不起你，而你呢？你什么时候正眼看过我啊？你只不过是拿我填补空虚。你毁了我青春，你知道吧？你毁了我青春！不可理喻！
你别走，你别走！喂，喂，文华，喂，喂！喂，120吗？喂，喂。老贺，凤凰，贺文华，老贺，凤凰，琳达，凤凰。琳达，老贺，
情况怎么样？手臂骨折，身体多处挫伤，不过没有生命危险。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。你放心，贺总身体基础不错，会恢复的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我没想过会有今天。你也明白，我是想帮你把公司做好、做大。那天在山上，我害怕了。你不会怪我吧？还好，我叫了救护车，你没什么事。要不然，我会愧疚一辈子的。我今天来，是通知你，公司决定。但是你必须明白，这不是我个人意愿。鉴于你现在无行事能力，董事会一致决定暂停你董事长的权限。至于何时恢复，要看你的病情症状。但是我相信，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大家也都是这样期待的。请你在这里签个字吧。你相信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是吗？那还签字吗？这个不是你一直就想要的吗？嗯？你不签字也可以，反正你现在也是无行事能力的。这是我个人对你的一点心意，祝你早日康复。哎呀！但是我告诉你，我死了你也有更大的麻烦。这是一桩过失杀人案，你逃不了干系。你胡说！你自说自话没有用的，没人能证明。哼，你知道吗？你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就有人就看见了你，看见了你。谁？你没有报警，为什么？我不信你仍有什么心存怜悯之心。你我都清楚，我们早完了。你还想干什么？哼，孟蝶，我就想告诉你最后一句话：赶紧的，给自己去找一个好律师。赶紧走。